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拜登要换帅了，俄乌战争结束或许指日可待，为何中国要小心？拜登决定提前更换参联会主席米利，有意对中俄进行战略调整。美媒认为，拜登可能要放弃拿不到政治收益的乌克兰这个烂摊子，因为这对拜登的大选选情很不利，转而专心对付中国。拜登正在紧急寻找替换米利的人选，虽然米利要到9月底才到期，但因为米利经常与他公开冲突，拜登早就对他不满了。而正是由于米利担任参联会主席期间，恰逢美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包括国会大厦的骚乱、美军从阿富汗撤出，以及美国挑起并持续了俄乌战争至今。米利在2022年2月6日的国会闭门会议上预言俄罗斯将出兵，而名声大振。他是五角大楼中最理智的，在乌军去年9月夺回赫尔松右岸地区后，他是唯一一个呼吁基辅开始与莫斯科谈判的人。泽连斯基及拜登都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接替米利的2位人选都是具有太平洋战场背景的，一个是现任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另一个是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杰。美媒认为，布朗可能会因为是黑人而胜出，因为拜登需要连任的选票，重用布朗能够赢得黑人的选票，也不会因此失去白人的选票。此外，布朗将军是一名前飞行员，在中东和太平洋地区指挥部队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以这样说，如果拜登最终选择在亚太地区有战斗经验的空军参谋长出任参联会主席，那将意味着美国的军事战略重心就将从乌克兰战场转移到中国方向。这也意味着乌克兰的战斗即将结束，最多到秋天，拜登会完全摆脱乌克兰这个烂摊子。这个结论从何而来？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下一个财政年度预算在美国公布了，只有60亿美元支持乌克兰，这还是与共和党人讨价还价的结果。要知道，去年至今，美国直接援助乌克兰的经费已经达到1160亿美元，这还不算从美军库存中调拨出武器折算的费用。更重要的因素还有，拜登宣布他将竞选连任，为了选票，拜登必须牺牲乌克兰，因为大多数美国政客和民众不乐意长期援助乌克兰。如果拜登一意孤行，那就很可能会败选。拜登身后的军火财团和金融财团已经从乌克兰战争中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但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乌克兰一旦是通过战争全面失败，甚至投降了，美国财团之前的收益可能会倒贴出去，因此他们也不会让拜登继续延续战争了。拜登如此高龄，还很明显的老年痴呆，却宣布谋求连任，没有财团的幕后意志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对拜登用顺手了。而如果把美国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从俄罗斯转移到中国，在东北亚或南海或台海挑起一场战争，然后采用对付俄罗斯那一套抢劫式经济制裁手段对付中国的话，美国的军火财团和金融财团能获得的利益起码是俄乌战争的几十上百倍。这就是美国最近突然与日韩达成一系列军事协定，快速升级挺台行动，极力拉拢菲律宾的真正动机，一定要设法挑起一场中国不得不参与的战争，然后用对付俄罗斯那一套来对付中国。我们必须虚心地认清一点，玩弄地缘战略和全球战略，美国真是高手，中国必须小心。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